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本来没抱期待，结果徐凯谭松韵二搭这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太让人上头了。两人同框剧舒服，感情线自然没有强行拉扯，看完还意犹未尽，这才是。刷到一条网友评论说，本来以为又是一部靠壁咚和强吻凑时长的工业流水线甜剧。结果一口气追了10几集，停不下来。这话说得太精准了。2025年暑期档，你比星光美丽顶着现偶这个已经不太被市场看好的标签，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路。据腾讯视频和芒果 TV 的播出数据显示，该剧豆瓣开分 6.9， 不仅超过同期播出，拥有前作 IP 效应加持的《长相思2》6.6分。在观众反复刷剧的忠诚度上也表现亮眼，许多人将其列为电子榨菜反复观看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这部剧的核心观众粘性极高，大量评论提到刷了不下5遍，每次点开还是会被狠狠拿捏。这种复刷率在现偶剧中实属罕见。但在这些热闹背后，我想聊点不一样的东西。一部不被看好的都市甜剧，凭什么叫好又叫座？徐凯加谭松韵的这波二搭化学反应，到底踩中了当下甜剧市场的哪些痛点？剧集上线前，大众的真实情绪其实是不太看好，原因不难理解。一方面是原著改编风险，这部剧改编自晋江小说《你比北京美丽》，原著中韩婷与纪星年龄相差8岁。故事基调更偏向熟男熟女之间那种沾腻又暧昧的拉扯感。剧版将人物关系改为大学同学，部分原著粉担心这会削弱两人之间那种天然的较量与张力。另一方面是二搭诅咒的潜规则，在圈内，演员二搭向来是把双刃剑，要么延续热度，要么被观众直接判审美疲劳导致扑街。再加上彼时《长相思2》等大 IP 来势汹汹，你比星光美丽上线前的预期是实打实的夹缝求生状态，但开局的反转来得很快，开播后热度迅速攀升，很快站稳电视剧收视热榜前列。观众最直观的反馈就一个字：真。不是剧情多么惊天动地，也不是服化道多么华丽昂贵，而是一打开屏幕，徐凯和谭松韵往那一站，画面就让人舒服。先说徐凯，他在剧中饰演东洋科技总裁韩婷，这个角色被观众称为有效总裁。潜台词是什么？霸总容易演成面瘫和油腻，但徐凯的韩婷，西装革履谈投资时气场全开，私下里对纪星的暗戳戳温柔却全藏在细节里。有网友分析徐凯的演技，专门提到他演戏不形式化，不套路，没有按霸总那一套油腻的演法。最难得的是有一双很会爱人的眼睛，很多时候不需要台词，光看眼神就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情绪。再看谭松韵，她饰演的纪星是一个不甘压抑内卷的北漂职场女孩，最终走上创业之路的野草创业者。谭松韵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很深，她说纪星身上一直有一股韧劲，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，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停下自己向前的脚步。这种人物特质被谭松韵用她一贯松弛细腻的方式呈现出来，观众看完的评价出奇一致，代入感极强。真正的王炸其实在两人同框时，对比徐凯与杨幂在《爱的28定律》中的搭档效果。有评论指出，那部剧虽然宣传力度大，但两人之间缺乏 CP 感，甚至有观众吐槽是直娘 CP。但徐凯和谭松韵的互动完全不同。有分析文章将两人的 CP 感总结为充满真实的呼吸感。许凯演的韩婷给熟睡的谭松韵披外套会红耳尖，与戏里嘴上嫌弃他像落汤鸡，手却把伞往他那边狠狠倾斜，自己半边肩膀全湿透。
谭松韵则会假装对他，却忍不住偷笑。这些下意识的细节互动，比任何台词都更戳人心。这就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当下的甜剧市场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观众对工业糖精越来越抵触？说白了，糖精感来源于做任务式恋爱，编剧为了甜而甜，强行安排男女主偶然对视慢放加滤镜，强行制造我不听的误会，强行在最后2集机械式和解。观众看得越多，越能摸清套路，于是就觉得假，觉得出戏。当下的甜宠剧市场正面临情感浓度升级与审美疲劳的两难困境。观众对刻意撒糖的套路化桥段已经产生明显的抵触情绪，而对真实情感的渴求正在成为新的评判标准。有观点指出，长期以来都市甜剧过度依赖壁咚、强吻、公主抱等套路化桥段来制造甜感，导致观众产生审美疲劳。你比星光美丽恰恰绕开了这些工业流水线，他的感情线推进非常自然。10年前双向暗恋后因故错过，10年后再见面，一个是创业者，一个是投资人，感情始于合作伙伴关系，在创业过程中互相成就，没有谁为谁放弃事业，没有刻意制造误会硬拆 CP。 谭松韵在采访中也提到，他之所以喜欢这2个角色的关系设定，是因为他们既是恋人，也是事业上的伙伴，一起携手并进。因为这段感情，他们都变成了更好的自己。这种成长式的爱情逻辑，在当下甜剧遍地撒糖的市场里显得尤为稀缺。谭松韵作为观众缘天花板的演员，在剧中的表现直接拉高了整部戏的质感。有业内人士分析，谭松韵的 CP 感并非凭空而来，而是游刃有余的演技在发光发热。他能用细腻的表演，把角色的情感和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，让观众自然而然地就相信了剧中这对 CP。 观众看谭松韵演戏，很少会觉得她在演，季星就是她自己倔强、敏感、不服输，又不失柔软。他的表演永远让观众有代入感，因为他极度擅长捕捉底层情绪的细微波动，并用最不演戏的方式呈现出来。徐凯同样让人刮目相看，他过往的角色多为王璐、顾燕珍这类外放痞帅的路线，但近2年接连在《承欢记》和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中挑战内敛型角色，演技上的进步肉眼可见。有观众评价，徐凯戏路很宽，同一年演的姚志明和韩婷，虽然妆造有点相似，但一眼就能区分开。关键在于他人物特质抓得特别精准，有天赋也很用心。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成功因素是二搭效应。徐凯和谭松韵并非首次合作，这种默契和熟悉感，让他们在情感传递上少了很多试错成本。二搭的最大优势是什么？是演员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表演层面的肌肉记忆，他们知道对方的节奏，知道对方在某个情绪节点会给出什么样的反应，所以互动显得行云流水。观众磕到的 CP 感，本质上是2个好演员在一起打配合打出的舒适感。回看这部剧的口碑传播路径，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：观众反复刷剧的理由，并不只是为徐凯和谭松韵的个人魅力买单，更多的是为一种确定感和秩序感买单。现实生活充满不确定性，但在这部剧里，观众知道男女主一定会冲破障碍走到一起，会一起变好，最后彼此成就。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娱乐圈和现实职场中，这种确定的甜蜜感本身就是极度治愈的。当然，这部剧并非没有争议，豆瓣评论区也有人指出，后期剧情存在注水问题，编剧层面的把控并不完美。部分观众认为剧中季星作为创业者的独立性被削弱，
更多时候是靠韩婷的一路托举才得以推进，削弱了原著中女性自我奋斗的内核。还有人吐槽谭松韵的职场穿搭偏幼态，撑不起创业者应有的气场。争议客观存在，但它并未妨碍这部剧的整体热度与口碑走向。甚至在豆瓣评分方面，它最终还反超了《长相思2》这样拥有钱做 IP 和流量演员加成的 S 级项目。这一切的背后，反映了当下影视市场一个残酷而真实的逻辑：观众不再满足于好看的脸，他们想要的是一段让人相信的爱情。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里，韩婷和纪星的亲密互动拍了1000多场吻戏，但真正让观众买单的，从来不是那些热搜片段，而是徐凯默默为熟睡的谭松韵披上外套时的眼神，是两人并肩创业时彼此信任的眼神交汇。好演员带观众入戏，差演员让观众出戏。这本是行业里最朴素的真理，但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，它反而成了一种稀缺品。当大家都在吐槽甜剧越来越无聊，越来越注水的时候，你比星光美丽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。它证明了，只要演员选对人， CP 感够自然，感情线扎实落地，即便身处在拥挤的赛道，照样能跑出一部让人反复回味的好作品。这或许才是这部剧给当下甜剧市场留下的真正启示。观众不傻，他们分得清什么是真糖，什么是糖精。